I'm not sure. Because we are not, NPCs? NPCs? What are you on about? What are you people? What am I?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墨。今天我们来讲动画《神奇数字马戏团》的第2集。那么这一次我就不做动画剧情的讲解了，因为上一次用那个形式去讲动画，有的观众是不买账的啊，觉得不如去看原片。总而言之，既然上一次的尝试不太成功，那我们今天换个形式，就不复述原动画剧情了。这次呢，主要是来聊一下我自己对这个第2集的观后感，以及对《神奇数字马戏团》这个 IP 的整体看法。那么关于我的观后感，就如标题所说，我认为《神奇数字马戏团》的第2集整体来说不如第1集，但仍旧具有潜力。为什么说不如第1集呢？很简单，因为无论是从叙事的节奏还是人物的塑造，我都认为第1集可以用完美来进行形容，但这个第2集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很舒服了。首先是叙事节奏，第2集的故事结构还算清晰，承接第1集帕姆尼被困入数字世界，从寻找出口到接受现实的这么一个剧情。帕姆尼在开篇就做了一个自己变成抽象化怪物的噩梦，噩梦结束也由此引出了这一集新的冒险与主题。作为数字世界管理者的凯恩为大家筹备了新的活动，据凯恩所说，这次活动还有个目的，就是测试新的人工智能，也就是说这一次出场的 NPC 会更加的智能化。那么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作为前提，才引出了帕姆尼和后续登场的 NPC 嘎米姑之间的故事。嘎米姑作为凯恩设置好的敌对 NPC， 与帕姆尼一行人起了冲突，最终在一段操作之下，帕姆尼和嘎米姑不小心卡 bug 掉入了后台。在后台里面，嘎米姑看到了凯恩存储的角色模型，再联系到帕姆尼的话，明白了自己可能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角色，因此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而帕姆尼的共情与安慰，将原本互为敌手的两人成为了朋友。虽然还是很受打击，但嘎米姑决定接纳一切，开始新的生活。后面帕姆尼带着嘎米姑逃离了后台，并决定带她回到马戏团，两人可以就此开始新的生活。没曾想到凯恩看到嘎米姑以后，直接把她给删掉了，没有一丝犹豫啊！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一是 NPC 不能来到玩家的所在地；二是如果凯恩作为管理者，如果把 NPC 和玩家混淆在了一起，将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帕姆尼的眼里，嘎米姑虽然是 NPC， 但可能是他在这个世界所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可在凯恩的眼里，嘎米姑就是一个为玩家服务而可以被随时创造与删除的造物。事实上，除了凯恩，从雅加塔和贾克斯的反应来看，他们大体也是这么想的。尤其是这个贾克斯啊，那 NPC 挂了以后，他大体是可以吃碗泡面庆祝一下的类型。那么这就是第2集的一个故事大纲了。其实整个剧情脉络还是非常清晰的，但问题就在于它的叙事节奏太快了。在我看来，这集的信息量和内容可能需要至少2到3集才能比较舒服的展开并解释清楚，而实际的动画却是全部浓缩到了1集里面。比方说开头提到的那个大背景，我觉得可能可以让凯恩再详细的说明一下新人工智能的特性，以及反派在登场之前需要有一些更具体的塑造。因为如果这方面不展开讲的话，对后面卡米姑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观众是比较难适应的。就是说你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但这个情感没有办法很快的被调动起来，这就是因为缺少应有的铺垫而产生的结果。然后就是卡米姑的自我怀疑和帕姆尼的安慰，其实这一段是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剧情，但整个内容并没有展开讲，几分钟就草草带过了。像这种反派转化成为朋友的复杂过程，以及有点影射现实和涉及哲学层次的剧情，这点时间是根本没有办法展开讲清楚的。更何况中间还穿插了一段贾克斯和巧克力怪物联手抓住鳄鱼兄弟的情节。最后结局的时候，嘎米姑被删掉，以及致敬传奇小丑卡夫莫那里也是个亮点。前者是将帕姆尼对数字世界重新燃起的美好希望与寄托给无情捏碎，体现了规则或者程序设定的残酷，但大家在卡夫莫的葬礼上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又让帕姆尼燃起了新的希望与寄托。但还是那一个问题，节奏的转化过快，而且有点刻意，铺垫不够和节奏过快最终导致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观感有点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对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人可能一时半会理解不过来故事表达的含义，有的人会觉得这些剧情显得有一些尴尬，还有的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感觉剧情不如第1集。反正我在看评论区的时候多多少少会看到这样的评价。然后就谈到咱们喜闻乐见的人物塑造，其实神奇数字马戏团第1集对人物的塑造是基本可以用完美形容的。凯恩作为设定讲解者，而帕姆尼是主角，贾克斯和雅加塔是戏份和主角不相上下的重要配角，其他的配角角色也在有鲜明塑造的同时衬托了前3者。可以这么说，在第1集中没有哪个角色会显得很多余，他们或多或少都被塑造起来，并且起到了类似搞笑和补充剧情的作用。但到了第2集，也主要是雅加塔、帕姆尼和贾克斯3
3人扛大旗，但其他的配角就显得非常边缘化，主播甚至是来都没来。实际上雅加塔这一集都有点边缘化，贾克斯相对来说对整个剧情最有作用，也是最活跃的。当然，削弱其他角色的存在感是为了给嘎米姑这个新角色让路，也可以理解。但嘎米姑的塑造相对来说也比较流程化，所以人物塑造整体来说观感是不如第一集的。然后在这些人物中，我觉得最矛盾，也可能在未来最具有争议的角色塑造，就是这个紫色老登，也就是贾克斯。这个角色肉眼可见的会是个高人气角色，无论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我当时直播看这个动画的时候也有说过，贾克斯这种角色在虚拟作品里面是很不错的亮点，但这种角色要是在现实生活中被你遇上，相信我，你会恨不得一拳把他打死。这就是这个角色在塑造中最大的2个亮点，那就是贱和坏。讲白了，这个老登在动画里面有80%的时间都是冲着恶心人去的，但人们在看故事的时候，往往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会制造冲突并且极具个性的角色。可以说这种角色在动画片里面是很吃香的，而且贾克斯他与普通的犯贱角色又不同，贾克斯他非常有用，无论是第1集还是第2集，要不是贾克斯出手靠雅加塔和卧龙凤雏，那估计是第1集团灭，第2集任务也完不成。而第2集中对贾克斯的塑造相对来说会更加多一点，除了喜欢欺负人以外，这集还展示了他渴望冲突暴力和柔情的一面，虽然这些都是一笔带过的，但也足以塑造出他的复杂性。反正这个角色在未来的塑造只有2个方向啊，要么就把他塑造成一个偏反派形象，但是却是主角团成员的高人气角色，要么就是一个表面喜欢欺负人，实则内心柔软的反差萌角色。其实我个人会更倾向于后者的塑造，因为这可以更好的体现角色或者说人的复杂性。但说实话，这集除了贾克斯，其他配角的塑造等同于0，就说白了，他们只是在那，但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像贾克斯那样的细微塑造，这一集其他角色基本都没有。那么以上这些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失望的点吧，也是为什么我的观后感是认为第2集不如第1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第2集做的有多差，恰恰相反，是因为第1集做的实在是太好了，拔高了我们的期待。而且即便第2集略逊色于第1集，但它的这个整个剧情大纲，我认为是仍然具有潜力的。此话怎讲？听我娓娓道来。其实相比第1集啊，第2集编排了很多更有深度思想的剧情，比方说关于存在意义的讨论。当嘎米姑得知自己是 NPC 后，认为自己的存在是虚假、毫无意义的，而帕姆尼如此安慰道：其实，在我们那个现实世界中，每个人或多或少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实世界的人类怎么能和数字世界里的程序相提并论呢？但其实细想也没有任何问题啊。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人像一个个功能化的程序，被安插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或者说从古至今，大部分人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或多或少就像作为 NPC 的嘎米姑一样，决定不了自己的出身，决定不了自己的样貌，决定不了我们所处的世界会如何进行发展。我们几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依旧有自己所在乎的东西。No matter in the slightest. I'm nothing. My life, my memories, my friends. It's all fake. Feeling like you're nothing is kind of normal. I mean, people even feel like that in the world I came from. But you still care about your buddies up there, don't you? 帕姆尼的解决方案是想让 NPC 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活着。他认为嘎米姑可以和自己回到马戏团中，两人相互扶持，或许就能够在这里找到人生意义。看似是帕姆尼在单向的将嘎米姑从自我怀疑中拉出来，但其实这是一种双向的救赎。帕姆尼在刚来到数字世界时，也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毫无意义，且害怕被人抛弃，而嘎米姑就是另一个形式的自己。他此时此刻的感受与帕姆尼最初的恐惧是完全吻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帕姆尼可以理解并说服嘎米姑。但回到马戏团以后，凯恩却打碎了他的幻想，删除了嘎米姑。NPC 终究是 NPC， 他们的存在在本质上确实就是没有意义的。虚拟角色的意义是由观赏他们的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这其实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现实，那就是现在的相当一部分人们，尤其是当代的一部分年轻人，精神非常空虚。比起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或事，他们更喜欢把精神寄托在虚拟或抽象的对象上。这个对象可以是游戏动漫角色，或是曾经存在的历史人物、现存的公众人物所塑造的人设形象，甚至都可以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而是某种文艺作品、某种知识体系，亦或者某种文化认同感。这些也都可以成为人们精神所寄托的载体。对虚拟和抽象事物的狂热，反衬的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对真实存在的人的冷漠。人们将大量的爱输送给了一些根本不需要被爱的虚拟角色，这一点也正是神奇数字马戏团可以火爆的原因。有几乎一大半的原因，就是因为动画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可以被喜爱的虚拟形象。而制作神奇数字马戏团的格利奇工作室，正是这样一个擅长创造
造这种类型角色而闻名的动画工作室。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创作背景，他们才会表达出这样的思想。而故事的最后，把帕姆尼从崩溃的边缘拉回的并不是虚拟的嘎米固，而是所有真实存在的人对真实存在过的卡夫莫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与点点滴滴。最后能够救赎人的，也只有人的感情。Oh man, I always think I'm prepared for these things, but then you set up the picture and, well, I'm already breaking.